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菲律宾期待做所有人的朋友。1月4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正式访华，并且同中国领导人会面。主要目的呢是推动中菲互利共赢，并管控好南海的分歧，还要建立两国直接沟通的对话渠道，以避免双方呢在敏感水域发生误判。双方一致同意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做互帮互助的好邻居，相知相近的好亲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中菲两国政府确立这样的关系的基调，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没有抓住工业化的机会，它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军队也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搞好睦邻友好关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和贸易上，多挣一些钱，让自己的国民把日子过好，是正经该干的事儿。但是菲律宾呢，却有一个害人精的军事盟友，叫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想把第一岛链建成一个围堵封锁中国的链条，并且把菲律宾作为这个链条上的极其重要的一环。美军呢，曾经在菲律宾驻扎重兵，索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曾经是美军最大的海外基地。上世纪90年代，美军从菲律宾撤军，无法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威慑。2011年，美国进行战略调整，从全球反恐转向大国竞争，美军急切地想重返菲律宾。小马克思的上一任杜特尔特总统对这个问题是坚决反对。他曾经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表示，我不希望载着核弹头的轰炸机降落在菲律宾的机场上。于是呢，美国下决心要把杜特尔特搞下台，坚决反对杜特尔特连任，给他制造各种麻烦。小马克思上台以后美国媒体充分发挥无中生有、黑白颠倒的特长，反复的制造舆论，说新的菲律宾政府已经同意美军回归，趋势不可阻挡。很显然，美军重返菲律宾这个问题呢，确实需要菲律宾政府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衡量，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选择题哦。美国曾经是菲律宾的殖民宗主国，美军在菲律宾一度是太上皇一般的存在，直到今天，美军对菲律宾军方还是颇有影响，而菲律宾是一个有军事政变传统的国家。如果美国要把某个军事协议强加给菲律宾，小马克思是挡不住的。但如果为了重开美驻菲军事基地而得罪中国，同样是菲律宾难以承受的。2022年的1到10月，中国与菲律宾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727亿美元，相比2021年呢，同期增长65亿美元，同比增长10%。这个数字的背后关联着无数菲律宾人的生计。如果这个财路断了，小马克思的国内支持力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此时此刻就非常考验小马克思的政治智慧了。在美国就是要逼着菲律宾与中国为敌的背景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当所有人的朋友？至于美军重返苏比克，目前在菲律宾还处在酝酿之中。苏比克基地废弃已久，虽然目前菲律宾海军和海警在这个地方驻扎，但是要想把它恢复成冷战时期的那种可以驻泊航母战斗群的大型军事基地，那没有5到10年的基本建设是实现不了的。如果小马克思政府真的谋求中非和平与合作，他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最佳的选择。